错货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孽畜！你必落于心！落于刀！好字。小师弟，你终于写出那个字。原来你懂，是个人。燕轩，你终于画出了那道符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逞口舌之能，非君子所为。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，观主你早已超凡脱俗，眼光不在人间，你为何不愿脱离道门，追寻自由？执其手，方得自由。道门追求出世无为合道，书院追求入世救世，理念从来无法相同。我和夫子的想法也不尽相同。任何开始都必须有结束，任何循环都必须有终结，这就是大道的规律。书院和大唐永远不会陷入那恶心的循环。所以，夫子已经上天，唐国即将被终结。就算你有金身阵的加持，也守不住这座城。按照你的性情，前些天你应该逃离，结果你依然在街上，这让我有些意外。大唐是我的家，我为什么要走？你又凭什么来？你真的要守？没错。哪怕明知守不住？因为知道，所以要守。明知守不住，还是要守。这就是我的职守。男子苦下7日，终于学会了这个义字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师傅曾经看到的那个字，但这个字我很喜欢。形似刀剑相交，意志割草无声。若要出现在道路上，那便是连一个小孩都能明白的意思。
观众，此路不通。我依然还在唐城，依然在金神阵中，你却依然无法击败我。你的境界差的超出了我的意外。我本以为自己找到了那个字，可惜现在才知道，还是没找到。你太弱了。你太弱。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，何以保住你我？前面就是皇宫，我已经看到它的瓦顶了。
你拼了！仅有你，小爷爷在此，定将你打得灰飞烟灭！像蚂蚁一样去死，你能甘心吗？我是春风亭老巢，曹小树的爹，人称曹老太爷。至于你的问题，我大可以告诉你，甘心就是舒服。对于我们这些唐朝老人来说，临死的时候不羞愧，那就是甘心舒服嘛。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争着来送死。哎，对了，我唐人向来有赴死的传统。与诸国首战，唐人无降者；与荒人战，唐人亦无降者。自魏泗水畔揭竿，我大唐开国至今已有1000年呐，慷慨赴死之事数不胜数。唐之所以强，强在胆死。书院为孤苦少女，却敢与天下争。二先生斩破烂柯，才稍炫怒气呀。唐之所以强，强在敢恨；唐之所以强，在于我唐人。我大唐从古以来就有奋力拼搏之士，就有埋头苦干之人。面对不公与欺凌，有人敢拍案而起；强敌入侵，有人慷慨赴死。在我们唐国有这么一句话：可脱6尺之孤，可寄百里之命。临大节而不可夺，君子也。大唐乃君子之国，君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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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。可这般美好的国度啊，却要被你们这些贼老道从人间毁掉，你还问我是否甘心？我干你个奶奶！
赶到一炮前所未有的大幅，侵入荒原之北，一笔落于西，一笔落于东。老师，师傅，现在我可以写出那个字了。苏护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孽种！一笔落于西。落于东。好字。小师弟，你终于写出那个字。原来你懂，是不是？燕轩，你终于画出了那道符。父亲，父亲！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！关主已败，都城守住了！小13，你真棒！大师兄，辛苦了。三师姐，你也辛苦了。我们赢了！赢了！我们赢了！赢了！
亲，父亲，父亲！正官，老师，看到了吗？老师，青霞守住了。老师。
如果每一个出征的将士都可以平安归来，便是我唐国的幸事。希望书院的几位先生也能够平安归来。多谢莫山主，危难时出手相助，解救我唐国子民。我只是来帮宁缺的。果真是个妙人。妙？妙在何处？爽快，我喜欢。可你不是他。说实话，我挺佩服你的。太后为何这么说？世间女子大多依附于他人，若想做到只为自己活着，需要很大的勇气。母后，哎，慢点儿，陛下。母后，东北边疆有捷报传来，义军又打胜仗了。朝小树利用联军内部发生矛盾的时机，率领义军突袭敌营，取得一场大胜。燕国和京兆王庭联军已经彻底瓦解，各自撤军，东北边疆的危机暂时解除了。太好了，先王器重的人，果然不负众望。陛下，莫山主，青霞那边的状况如何？西陵神殿士气低迷，叶宏宇已下令收兵返回西陵。那书院的几位先生何时可以归来？这南军抵达青霞之后，二先生他们就撤离了，估计这几日就能回到都城。十三先生，你怎么又来了呀？八先生叫你回去养伤，不要在这里风吹日晒。我都已经跟你说了800遍了，我一定要在这儿等二师兄他们回来。可是如果你再不回去，几位先生就都要骂我了。你再啰嗦，我现在就骂你。回去吧。不用你扶，回去。
二师兄。二先生，二师兄。二师兄，二先生，你的胳膊呢？小师弟。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我们打赢了。老师曾经说过，有些事情既然无法改变，那便学会接受。不是在意，只是遗憾。我一直想像老师和小师叔那样，拔剑与上天战上一场，但如今看来，却是没机会了。如果不能与天斗，与人斗也挺有意思的。皮皮呢？有人看到他带着观主离开了唐国，应该是回到智守观了。观主的修为还能恢复吗？不能。观主战败是举世伐唐的转折点，西陵神殿目前还没有任何反应。这场战役究竟如何走向，我们还需静观其变。但我们千万不能就此松懈。西陵只是暂时休战，不打到彻底认输，是绝不会善罢甘休。
痴心燃烧啊！见过老师。将永夜推开，执黑手白海，海吧穿越未来，拜见生漫漫啊！此刻，老师若在，会怎么说？老九、老十，吹奏起来！老五、老八陪为师下盘棋，其他的做饭去。做饭！动起来吧！皆如梦幻，我抛去了心烦，四灭四绚烂，我翻过了绿洲，无边且无岸，我亲吻了河川，春去春又还，哪来的云海？路见梦话，他去了心海，思念思绪。各位都辛苦了，开动吧。鲜香麻辣。对啊，我们在青霞想的就是这个味儿。对，没有陈皮皮，咱不是照样能吃上自嗨锅吗？小唐可是把皮皮这些手艺全都学会了。三师姐，你怎么不吃啊？老师喜欢看你们吃饭，喜欢看我写簪花小楷。鲜香麻辣。小唐现在这手艺真是了不得，太好吃了，香。唐姑娘闷闷不乐，是不是在想小12啊？谁想他呀？我就担心自嗨锅做不出它的味道。只要用的是皮皮留下的秘制底料，味道就是一样的。鲜香麻辣，和12师弟比还是差一些的。现在啊，有人是十分想念陈皮皮啊。谁想他呀？他去了那么久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不想是不真实的，想就该去做。做？怎么做？找。你是说去赤手观找啊？天涯海角。天涯海角。桑桑，我可以去天涯海角找你，可你跟老师一起上了天，我去哪里找你？小师弟，你最近老是闷闷不乐的，还总是发呆，这样下去可不好啊。
我没事，有劳师兄牵挂。小师弟，你真的没事吗？我很好，只是有些不习惯。没有老师，没有桑桑，你想问什么？桑桑真的死了。是的，桑桑死了。哦，那她真的是上天的女儿？或许，她代表上天。哦，我知道，我在的时候，你们都不提桑桑，却都很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她。今天我就告诉大家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桑桑会回来的。我一定要让她回来，我一定要。小唐，我想对你说，我欠12师兄很多次人情，甚至欠他一条命。将来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一定拼命去做。谢谢小师叔。老师说，天塌不下来。对，天塌不下来。是啊，老师说的对，天当然塌不下来。老师，你跟桑桑上了天，我的天就塌了。你们都别看着我了。是啊，你们都别看着小师弟啊。如果老师在，该怎么说呢？该下棋的下棋，该做饭的做饭。老酒老实，吹起来弹起来，大家该干嘛就干嘛吧。对，该干嘛干嘛。走吧。对吧？走吧。走，来，师弟。啊，师兄，多谢师兄师姐。少爷，你刚刚说的可真好，我们以后就再也不用像在渭城和雁鸣湖那样等待着一场战斗，我们也可以好好的生活，像老师一样，喝酒吃肉，像师兄师姐们一样，赖在后山做一个无所事事的痴人。你的意思，我们书院后山的人都是一堆痴人？那个小丫头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嘿，我先走了，你自己慢慢钓吧。少爷，你把我放下，少爷，这样的日子太好了。桑桑，以后我们就不回老笔斋了，雁鸣湖也不要，我们就住在后山，和师兄师姐在一起。太好了，我们总算有一个真正的家了。
以后我就帮二师兄养鹅，给大家骑松松。那我就给老师放牛，给三师姐铺纸研墨。走，放牛去，走。松松。再见。对，刚才来吃吧，饿了吧？去吃了，去吧。不错，相见的次数都不是太多。你难道不觉得有些怪吗？再往前推20年，那时候先王还是太子，我和他在洪秀昭第一次见面，打了一架，然后喝了顿酒，从此我变成了潮二哥。那时候我还是小老板，所以你在雨夜春风亭打了一架，然后吃了碗面，从此我便认识了大名鼎鼎的曹小树。叫一声哥，你不吃亏。是，曹二哥。那位小姑娘，她还会回来吗？最近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她在人间，而且离我越来越近。每次都会忘记姨妈要来，总是莫名烦躁，想和少爷吵架。用美柚 APP 啊，准确预测经期，我们墨池院的姐妹们都在用。真的吗？还有这等神器啊！美柚，两亿女生在用的经期预测 APP。见过陛下，见过太后。13先生，西陵神殿来信，掌教想要和谈。
既然西陵要谈，那就谈喽。怎么谈都可以，就是不能吃亏。在先生看来，西陵方面主动要求议和的原因是什么？不可否认，书院确实被打惨了，但神殿方面付出的代价更为沉重。他们想要议和，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。我甚至觉得，这个消息来得更晚了一些。的确，现在双方都需要时间来疗伤。所以陛下不用在意书院的态度，想怎么谈就怎么谈。不错，时间对我们有利。如果朝廷同意与西陵方面谈判议和，西陵方面肯定要求和书院谈。到时候是13先生出面，还是大先生出面？书院不能出面谈，至少我不能。这是为何？如果书院出面谈，将来便不好反悔；如果我签了字，将来就没架可以打。13先生说得好。谢陛下。13先生的伤无大碍吧？最近没打架，有的是时间养伤。13先生一定多多保重，早日康复。谢陛下，谢太后，宁缺告辞。无大碍，无大碍。传朕旨意，让御膳房炖一锅龙骨汤送给13先生。是。怎么样？哎呀，议和。谈判人选定了吗？陛下年纪太小，太后又碍于身份不便。要是李渔还能执政就好了。我在回都城的路上，听到不少关于李渔和夏天的传言。怎么说？传言说，战争一旦结束，夏天就会处决公主。太后不会杀了李渔，不然李渔也不会活到现在。李渔是被你关起来的，你打算怎么处置的？我记得你们关系很普通吧？她毕竟是先王最疼爱的女儿，毕竟她也管我叫朝二叔。战争结束过后，如果一切平静的话，她会被永远囚禁在公主府。怎么可能一切平静？现在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太后是魔宗圣女。唐人虽然从没服过西陵，但对魔宗依然有种天然的厌恶感。二哥，你究竟想说什么？如果战争结束，或者战事终止，忠于李渔的下属必然会对夏天发难。他们这么做，对李渔没有好处。你和他以前很亲近，我没想到你能对他如此冷漠。
先王去世后，都城死了很多人，我不想再看到这样的事情。求求你饶了我吧，饶了我们吧！饶命，饶命！躲了1000年，还是被你给找着了。你们是活得太久了。屠夫，在。你去西陵，跟西陵掌教熊出没说，我要回桃山。酒徒，在。你把这马车送去唐国，交给宁缺，跟他说，世间所有的死亡都是久别重逢。是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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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住了。刚才发生啥了？刚才他跟俺说啥了？他跟你说，让你到西陵掌教熊出没那儿对他说，他要回桃山。哎，他好像跟俺说啥了？哎，他跟你说，把那个马车送到唐国，给宁缺。对。对，是这么说的。好像还说啥了？世间一切死亡都是久别的重逢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是这么说的。哎，这句话是啥意思？好听的话，咱们自然是不懂啊。你见到宁缺以后，原话转达便是。你说，哎，我要忘了咋办呢？主图啊，都活了1000年，就这句话最重要。你要是忘了，你就去死吧！不能忘，不能忘，真的不能忘。为什么要给宁缺捎去那2句话？这些不正是你想对宁缺说的吗？你这样做很险恶。险恶？为了斩断红尘意，我必须这么做。你为什么非要害他？桑桑和宁缺互为本命，自然和我也有关联。要斩断这尘缘，却总有牵绊。只有杀了宁缺，我才能彻底清除夫子住我体内的人间之力。你我才能合二为一，上天打败夫子。所以，我要让他来桃山，然后杀了他。不，是了断。酒徒和屠夫那2个糟老头子，怎么可能打得过宁缺和书院的人呢？不要小看糟老头子，从上个长夜活下来的，只有他们2个。夫子创建唐国，成立书院，他俩，则可以轻而易举地毁灭这一切。夫子上桃山，斩断了满山的桃花，他俩，则可以踏平整座桃山。